练习太极拳时架势有高有低，练拳时应该选取什么功架？这是一个值得认真思考的问题。初学太极拳的人往往认为低架子就是功夫好，高架子就是没什么功夫，是在站着打拳。其实功夫的高低和练拳时功架的高低是不能简单以正比或反比而论。以老辈人的说法，练拳的功架分低、中、高架，各有所长，各有所取。每一个练拳阶段的目标不同，所取功架的高低也就不同。尤其是练习传统太极拳，对此要有明明白白的认识，以便明明白白的练拳。低功架练形，低功架练拳，练习强度大，体能消耗大，是对下盘功夫的强化训练。如髋关节活动范围加大，下肢的支撑力加强，有利于锻炼腰胯的柔韧性。练拳时架势较低，有利于重心下移和稳固下盘。在低功架练习下盘的同时，还要注意拳式套路的规格标准，行拳的方向变化，在身形身法、步行步法、手形手法上打下扎实的基础。这是学规矩练功夫的阶段。去低功架练习太极拳，练的是抻筋拔骨，练的是肌肉、骨骼和外形上的东西。低功架练习时，忌讳拳架高低起伏，除下势和独立的动作，要求尽量在一个水平高度上完成。低功架由于步子偏大，此时的行拳走架多以本力支撑自己的身体，前后步距和左右步宽拉开后，尾闾与脚跟前后不能中正，两胯跟合不住，身体的灵活度没有了，不易发出浑身的整劲。由于用本力控制自己身体的移动，虚实的变化难以圆活处理，常带重心移动不流畅，很难达到行拳时的绵绵不断。低功架练拳腿部负担太重，腿上没力就容易憋着劲，一憋就把劲留在大腿和小腿的转关处，尤其是对膝关节容易造成伤害，还会由于胯关节和膝关节不易松开而内气不易下沉，不容易养气，身体不容易松下来，全身相对的紧张，就会造成气的上浮，无法气沉丹田。低功架练太极拳，在做马步和弓步时，大腿和小腿之间的夹角较小，但最小不能小于90度，以免形成 M 裆。此时要注意，弓步时前膝不可弓过脚尖，后脚外缘不可向上掀起，后坐时臀部不可向外突出，上身不可前倾。有人认为练低功架人体重心降低了，稳定性就强，其实这是片面的认识。在增强稳定性的同时，必然丢失了灵活性。由于低功架练拳出功夫，不少行内人士仍然采用低功架练习太极拳，但大家都知道，练习太极拳的一个基本原则是放松。如果因为追求低架，你没有真正的做到放松，练低架子岂不是误了自己？中功架练气。中功架练拳是练习太极拳中普遍采用的练法。中架行拳架势高低适中，对练习松身沉气及轻灵的虚实转换大有益处，可以在练习松沉中自然而然地养成腹式逆呼吸的习惯，达到气沉丹田的目的。中功架练拳的注意力在于周身一家，求内外三合，心意的开合带动肢体的运动，虚实的变化已不再是本力下的支配，而是由松沉而轻灵中产生的虚实变化。此时行拳处处体会松活，松腰胯，松膝踝，松脚松手，松肩肘，松头颈，松胸背。前进后退中虚实变化要在完成力松沉下去又重返上来的交换过程，重心的移动要力求轻灵自然，此时一分必须一分，不多不少恰到好处，绵绵不断，油然而生。中功架练拳更注重拳势的饱满和圆活，肢体舒展，意气放得远，注重拳势的立体运转，摆脱了在一个水平高度上练拳的束缚，以手眼身法步处处合度为要。气沉丹田是中功架练拳必须达到的目标，但这只是第一步，还要逐步完成尽力松落脚底，直根入地，浑身弹性，兵、捋、挤、按、踩、列、肘、靠融会贯通，这是守规矩
何规矩阶段，重架是以什么为标准呢？比自己的身高低10到15公分即可。在这个高度，腿部肌肉不会过度紧张，周身都能处于放松的状态。高功架练虚无举高架练习练的是轻灵圆活。老话讲叫安伦，身上各个大小关节都似有万象结类的轴承，运转起来圆活自如。身上的每一个关节，每一块肌肉都能受自己支配。此时练的是内里的东西，练的是中定的功夫，练的是虚无的功夫。即所谓大动不如小动，小动不如不动，不动之动才是生生不已之动。看着不起眼，摸哪没有，同时浑身都是手，打人没商量。高功架练拳速度往往很快，令人感到深不可测。今天分享的内容就到这里了。如果你觉得我分享的视频内容对你有所帮助的话，就请你点个赞。你的每个留言和点赞都是我前进的动力。你也可以订阅我的频道，更多的知识与你分享。非常感谢你的支持和鼓励，我们下期见。